打了音波，第一次觉得效果不错，第二次觉得效果普普，第三次打完他跑去诊所，那个时候他在另外一间诊所打，他说我怎么觉得我打完又脸垮了。当时那个诊所跟他说不可能，可是他给我看他的照片，发现他真的垮了。当时让我印象很深刻，后来我帮他用这个手术的方式。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Hello， 欢迎大家收看张帅打破医美缪斯。好像不是哦，张帅科普医美新知。好，那今天呢，又到了回答这个客户的一个疑问。我们来看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噔噔，来你念好了。张医师，因为我不敢做太侵入疗程，都一直打音波，想请问一下，打得比较密集，筋膜会变薄吗？如果有天我真的需要拉皮手术时，是否会影响手术呢？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如果常看我节目的人，可能就会知道，我们的脸呢分3层，浅层叫做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这一层呢就是筋膜，那深层就是所谓的脂肪垫，分成浅层、中层跟深层。浅层的老化叫松，中间筋膜的老化叫垮，深层的脂肪垫的老化叫垂。所以每一个是不一样的，松、垮、垂。所以你要针对不同的原因去做处理。那音波跟电波，它最主要针对的层次是介于浅层跟中层之间，也就是说，它最有效的能量集中点大概是真皮层跟皮下脂肪与筋膜之间的这一层。题目它是问到说音波打多会不会有问题啦齁。我先讲其实我们诊所本身也有这个美国原厂的这个音波没有是美国的。我也不反对打音波，我觉得音波是一个很好的机器，但是问题来了，太过度。什么意思？民众常常会有一个谬思或是一个误解，就是说只要不是侵入式的就会比较好。这就很像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西药都是毒药，那中药呢都是补药，所以中药随便吃都没有关系。我其实是不反对中医的，我先讲自己大学有兴趣，我都还每个礼拜跑去台中那个中国医药学院去学这个针灸。我觉得只要是有效的疗程，我都是赞成的。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民众常常会有这样的谬思，就会认为说西药就是毒药，中药就是补药，所以中药随便吃都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我跟大家讲一个很令人震惊的，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卫福部他们统计过去这10几20年来，造成洗肾最大的原因就是滥用中药。只要是有药性的东西，过度都是不好的。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音波跟电波有点类似，很多人误会一件事情，音波跟电波它只是用一个仪器探头 touch 在表面，它没有用针去刺它，它没有东西伸到里面去，你就会觉得说那它一定很安全，做多做少都没有关系。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道理就很像我刚刚讲中药，大家会以为中药都是补药，随便吃都没有关系，吃过多了绝对会有影响一样。不管是音波或是电波，你打过头了，它非但不会有拉提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变得更严重。我开始发现这个现象的时候，大概是3年前，一个客人，我记得他是一个老师，当他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说，他打了音波，第一次觉得效果不错，第二次觉得效果普普，第三次打完他跑去诊所，那个时候他在另外一间诊所打，他说我怎么觉得我打完又脸垮了。当时那个诊所跟他说不可能，可是他给我看他的照片，发现他真的垮了。当时让我印象很深刻，后来我帮他用这个手术的方式，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我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筋膜相较于比较健康的筋膜，他筋膜变得比较薄，比较脆弱。后来陆陆续续我又发现可能是因为第四台或者是因为一些商业行为，或者是有很多诊所他不断的在鼓吹说这个音波你想想看，它没有东西吃进去，它很安全所以很多的地方他在贩售音波，他在试打音波的时候，他甚至会告诉客人3个月4个月打一次。我听过最离谱的，有地方居然把音波或者是电波把它像净肤，把它像雷射一样在试打，每个月叫客人打一点打一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不只是我跟其他几位有在做拉皮的整形医师，我们都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一件事情，音波或电波呢，如果你打的次数太频繁，或者是
你打的能量太过了，它非但没有办法达到你原本想要拉提效果，那这种客人我们发现在手术过程中，原本我们一般人下脸的筋膜层厚度大约是4mm。4mm，大家听听4mm也是很薄，对不对？4mm有的人是大概3mm，是我们其实在做，像我自己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诊所都会用这个神经监测仪之外啊，我还会带那个显微镜样放大镜。那个每一条神经在那个镜子底下看起来啊，就跟铅笔一样粗啊，这样子我们才可以避开这些危险的地方，我们才可以很安全的完成手术。那我们就会发现了，原本那个筋膜在你耳中听到3毫米很薄对吧？我们就是靠了这个薄3到4毫米的这个筋膜，我们来做一个拉提。发现过度施打音波电波的人，他的筋膜薄到我真是遇过，不夸张，只有1mm的，你知道那个概念吗？比保鲜膜就厚那么一点点而已。保鲜膜，你用保鲜膜来做拉提，你觉得可以信任吗？那力量绝对也是不够的。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侵入的东西就绝对安全。我反问大家一件事，今天如果做鼻子，你用玻尿酸打鼻子比较危险，还是用手术隆鼻比较危险？我相信很多的民众第一个反应是手术隆鼻比较危险。可是对一个医师而言，其实你在做玻尿酸隆鼻，你今天根本看不到底下神经跟血管，你又对它不了解，你的手感不好的时候，你在打这个针，其实跟你蒙着眼睛在打针的时候不一样。一样啊，你如果对构造不了解，跟你把眼睛闭起来这样子打是一样的啊，因为你都不知道底下会发生什么事，它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手术是最危险的。事实上，有时候对我们而言，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每个构造它位置在哪里，它反而可以很明确的避开它，反而它很安全。那像音波跟电波，其实我看大家应该也看过新闻，如果你以为音波跟电波拿起来随便打都不会有问题吗？那有些部位也是不能打的，因为打的怎么样，它也会造成颜面神经的麻痹。我要讲这个的意思，并不是要说音波电波不好，而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医疗的器械。有的时候你在第四台，或者是你在一些贩售上面，你看着它好像第一个把它吹嘘的太过神话，第二个把它讲的好像完全没有危险性。事实上没有打好，它是有可能造成颜面神经麻痹或是烫伤的。事实上音波跟电波它不是因为它不侵入它就没有危险性，事实上它只是没有一个针插进去而已，它的能量一样是很深入，所以它一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它一样不能过度使用。再来就是音波跟电波也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对于一些特别瘦的人，你打音波跟电波，因为它会有一部分溶脂的功能，它会导致你的脸更瘦。那对于脸上肉有些人说我脸上肉很多，打音波跟电波是不是？事实上对于脸上脂肪太多的人而言，当脂肪很多，它的脂肪厚，它的能量第一个透的不进去，第二个音波跟电波毕竟它只是一个加热装置，它的拉力没那么强，所以对脂肪太厚的人它效果也不好。所以音波跟电波对于太瘦或者脂肪多的人都不适合，对于太垂或太重的人不适合，它必须慎选 case。但是现在有点颠倒了，现在变成是它好像很简单，它技术性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它好像这个机器随手可得，它好像到处都有在卖，所以大家就滥做的结果常常就是没有效，然后有可能衍生出一些问题。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我不晓得这个客人他之前是在哪个地方，他有听说音波跟筋膜变薄这件事的关系，但这件事的确其实在一些医师在手术，特别在做手术医生，我们发现过度滥用它是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的。千万不要以为非侵入式就一定没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为说一个仪器而已它不会造成后续的一些影响。重点还是什么？还是你要找对的医师，你要下正确的诊断，用正确的处理方式，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咯，拜拜。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